现在 WBG 也是在我们的联赛里面的第4名啊，5-4，但这个其实积分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稳健，对吧？他们还需要更多的辅助 WBG 小残、芜湖 Gaming Intro。射手 WBG 10 Miss 芜湖 Gaming Pop。中路 WBG Sky 芜湖 Gaming 韩立。打野 WBG 小鸡芜湖 Gaming Dream。单人路 WBG 晨晨芜湖 Gaming 周。Hello， 各位召唤师们，今天的第1场比赛将由 WBG 对阵上芜湖 Gaming。WBG 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战胜了 ACE， 而芜湖 Gaming 则是近期状态不佳，希望他们也能够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发挥出自己最亮眼的表现。那今天 WBG 能否继续胜利，芜湖 Gaming 能否战胜强敌呢？就让2位解说老师带我们一起来看。OK，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首场对决啊！刚刚其实也说到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对于微博 Gaming 来讲的话，有没有可能会被 KPG 超过去，对吧？对。那细细分析一下他们2队现在的形势，差1个大胜场啊。但是，KPG 那边是就是多打10局，对，多赛1局，然后微博 Gaming 是9局。然后今天呢，他们2个打的队伍，一个是 RV， 然后一个是芜湖 Gaming。其实这个强弱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是的。所以如果说今天微博 Gaming 赢的同时 ，KPG 没有赢的话，那微博 Gaming 的晋级概率会大很多很多。对，因为一个第4名，一个第5名嘛。基本上其实后面也就看这俩去争最后一个晋级的这个名额了。没错，然后其他的队伍，你像 SS1 和 ACE 的话，他们本身的表现状态就不佳，然后同时的话，2支队伍目前的大胜场只有2个，也都打了10局了，想要去跟微博 Gaming 争的话，可能性几乎为0。对，而且我还是觉得排在这个微博上面的一个 RV， 对吧？他这个现在目前来看7-3，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容错的。对，就毕竟7个胜场摆在这边，前面几个队伍其实还是比较稳的。2V 最近的状态也是有点顶啊，主要是他们也掀翻了大哥。对，这 FP 被拿下了来吧，看一下今天首场的 VP 蓝色方的微博 Gaming， 2个锁头加上 EZ， 然后红色方的话，芜湖 Gaming 这里时光老头的 B 班位，然后再加了一个版本大热的瑞兹。最后一手怎么说？盲僧要不要搬啊？感觉就是盲僧或者去搬个 AD。盲僧也是，包括豹女吧，小鸡这边用的比较多的英雄。微博 Gaming 的节奏核心点确实是比较常规的打野加上辅助，2位选手都很强，搬了用的最多的一个英雄啊，就是这个努努。对，这个也是小鸡最近这个使用的最多，然后包括这个胜率也比较高的一个英雄。鳄鱼一龙拿没问题啊，这上来先拿鳄鱼，可能后面要出豹女啊。WBG 要不要选择去拆解一下？包括说对到鳄鱼的奎桑提要不要直接选下来？奎桑提加豹女，有这么一手说法。这样的话，不过会放弃下路的优先级，像卢锡安这种英雄就会放给你。他们要打架。安倍萨，这个也是 Sky 最近会用的中路比较多的一个选角。啊，选错了，疑似选错，不好说。我确实觉得，如果说安倍萨的话，不会这么早去拿。对，主要是锁的有点果断。还是要考虑到豹女这个点啊，包括说岩雀。就现在看起来的话，搭配上鳄鱼的比较好的这种上野搭子，就是岩雀和豹女其中之一。当然，有的队伍可能还会去做一个第3手下位替代，就是寡妇，对吧？当然，这个我觉得也跟选手的熟练度会有一定的关系。伊芙琳不是每个选手都敢用的。对，而且这个英雄，他却虽然能够创造奇迹，然后去打一些奇袭型的突然出击，但是容错率并不是特别高。包括这把盲僧还是在场上的嘛。而且伊芙琳要打优势。其实现在我觉得排位里面这个英雄出来，
胜率还是蛮高的，就主要还是大家会对排位里面这个伊芙琳的防 gank 意识会相对来说比较差。不过我觉得比赛里面大家基本上都摸清楚你的路数，大概率你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哪里。对，而且伊芙琳前期太弱了，这个英雄很容易被反野，对吧？刷野的速度也有点慢。我觉得现在其实比赛里面还有很多能克制他的方法，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盲僧以外的话，还有一个中路的卡牌，这一手其实也是比较克制的，绝对没问题。而且如果有选手有这种狮子狗的英雄池，就打野位上来个狮子狗，其实也是一个硬 counter。不大好看啊，两个能隐身的英雄。对，就互相都找不到，对吧？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两个英雄还是频频上比赛的。只不过往前追溯可能要2年以上。对，这时间有点太久远了。太久远了。不过这对于我们的一些可能相对来说老一点的这种选手来说的话，是一件好事啊。毕竟大家这英雄池摆在这儿。0711吗？已经老到不打比赛了。对，来看一下啊，由于周选手啊没有选择到需要的英雄，并且我们经过这个判定之后，我们会重开 BP 维持选手之前已经完成的 BP 结果。你说我来猜测一下，他有没有可能是只是想先亮一个安倍萨在那摆着，然后再选别的英雄，然后亮完了之后一不小心点了确定？那我只能说年轻人手有点快。对，然后他点完确定了之后，立马跟那个裁判说：“不好意思，我选错了。”哎，其实有一种可能性啊，就大家如果打排位的时候，会发现有那个右下角有个预选锁定，对吧？那个东西是你可能上来想看到点了一个英雄之后，直接点那个预选锁定，然后你可能后面又觉得这英雄不好，对，不想选了，结果没办法，那个东西已经选了，你忘了，对吧？这个其实也是挺常见的。操作上的一个前置失误。问题不大，稍等一下，这还好，这个 BP 也算比较早，才前2手。对，主要我确实没觉得这个鳄鱼1楼拿出来优先级会有这么高啊，因为实在是，我觉得这英雄没那么好赢。这英雄还是属于打线比较强。你看这右边还是会把豹女给锁下来，配个卢锡安，豹女加卢啊，这2手没问题的。但我觉得蓝色方你这个时候能拿到盲僧也是舒服的。盲僧打豹女还是能打的。EZ 被 ban 掉了，卢锡安现在优先级一定是最高的。是。卢锡安 EZ 都出完了，那这手来个辅助或者 AD， 飞机要不要直接拿了呀？怕被 ban 完的话就是飞机。安倍萨，那就是锁一下 Sky 的英雄池，也合理。第3楼我觉得这样魁藏体得拿了。那2轮就 ban AD 吧。波比其实挺克制左边这3手进场的，但是我会觉得波比这英雄，他可能比起魁藏提来说没那么全面吧。就魁藏提对面要是来硬抓你，你是有操作机会的，但波比这英雄只能防守。波比是下限稍微高一点，对，坚定风采用好了的话，还是能找到一些上限的，尤其是大招2，主要是比赛里面我们经常看到波比空大。对，尤其是打那种龙坑团的时候，空大一波还挺致命的，把小残的杰拉给ban掉了。冲着下路去搬，再搬一个卡米尔。右边确实需要一些先手开团啊。这里目前看起来的话，只能是辅助位上去补的概率大一些了。像波比这种英雄也没什么先手。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英雄啊，他们可以拿布隆的，因为左边全是进场。对吧？然后就来开嘛。对你开你的，然后我拿一个布隆在后面，就是你进来谁我控谁就完事儿了。包括还有这个波比用2技能多去挡一挡。然后奈德利也可以靠自己的回血去拉扯一下。巴德、卡尔玛2轮一共搬了仨辅助。真的假的？假的。2个约德尔人。兰博还行，兰博这对线至少是有一些强度的，而且是比较万金油。中路打安倍萨的话，也一直前面能推，而且进可攻退可守这个英雄。打阵对战也比较强，左边这个阵容选完了之后，肯定要跟你打团战的，9桶还是得9桶。这辅助得补一手先手啊。还有一点点摇摆的空间。他也可以走中。但是这个可能性偏小一点。是的，因为走中就双 AP 了。对。下路双人组怎么说？补 AP 的话，直接拿炸弹人。吉格斯，再来个奥恩之类的，感觉都可以啊。那我真觉得你要出奥恩的话 ，intro 要不来一把布隆，那样的话就是可能中野双 AP 会有点问题。是的，就伤害链上面可能没那么稳定。或者他们补一个那种稳定开端控，比如说大树那种也可以。对。
反正队伍里面找机会的，包括进场的人都很多了。而且大树其实还是比较限制吉格斯的这个发挥了，就吉格斯不好找自己的站位。奥恩，加里奥，那就是配合安倍萨和盲僧进场了，或者说绕后的鳄鱼。对，这样能第一时间把吉格斯让出来，剩下的人全在团战当中。就吉格斯这把就自己玩就好了，对自己玩就行了。那最后还是，最后摇一下路线，辅助酒桶上单的沃利贝尔，中单波比，中单的波比去打安倍萨。那么阵容选的还是比较求稳的。这红色方还是选的比较想要自己的对线上面过得舒服一些。其实这把他们每条线对线都还可以啊，会让豹女前面玩的不太难受。那豹女这里只要自顾自的刷，同时防止对面这个盲僧入野区入的太凶就好了。看看对线强度能不能打出来吧，因为他们这个需要去打那种感觉围捕的团战会稍微厉害一点。前面打架其实2v2各个点位打起来的话，我都觉得还是蓝色方要猛一些，因为红色方有点缺伤害，就是如果你豹女不肥的话，打那种2v2会缺伤害。他要慢慢拉扯，就他的这个阵容得前面2打2的时候，可能一套那个伤害链没有左边来的爆发那么高。左边太直接了呀，这安倍萨加盲僧对吧，或者是鳄鱼加盲僧，技能挂到了就能杀，都很暴力。感觉红色方想要赢团的方式，应该就是得波比砸得好一点。你先砸出去1到2个，难度还是有一些大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得对线先过了呀，对吧？这个对线其实一直以来都WHG 比较难顶的问题，他们很多把比赛都是因为前面可能爆掉，对选到的阵容，他们理想可能是在什么10分钟会有一个爆发期，但是可能这往往什么4、5分钟的时候对线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有的时候拿那种优势的阵容跟对面去发育，所以说打到中后期自然而然的就有点打不过了。对，这把其实阵容也没有什么后期可言的，对于WHG 来说，突破一下自己的屏障吧。来，进入到召唤师峡谷当中，开启今天的第一场对局。一击上来有一点小设计啊，2个人一起走到河道里面来，把 Sky 打了一套。这个就是做了功课的，知道你会这么走。有些选手其实他有习惯这一级怎么走，对吧？这个是可以小小去洞悉一下。WBG 这个阵容其实打到中后期的时候，还有个吉格斯托底。肯定下路压个线过来，想要去入一下你的野，但是没想到盲僧是这样刷的。但是盲僧这样刷的话，波比想要过来，安倍萨是可以恶心你的。对，盲僧这个开野路线其实还是挺反常规的，在这个版本里。Sky 前期对线出了一点问题啊，先是上来被阴了一波，然后刚刚过去在帮盲僧的路上又被壁咚了一下，给了一个可以压到墙上的角度。只要波比能一直摸线拿线的情况下，他可以靠自己的被动去叠不灭。而且自己又是带了一个巨象的勇气啊，这对线的强度会比较高。正常来说，波比还有可能会去带一个焦灼，就靠着被动去打 poke， 对，消耗。就算我一技能打不到你，我只要那个被动带不灭的一下 A 出来的话，其实你掉的血量是会挺多的。两边打野基本上都是现在豹女是选择了5组刷下来去吃河蟹，而盲僧是6组刷完。盲僧因为他6组不刷的话，卢锡安和酒桶会帮他吃那一组。所以这个前面也是为了防你这个下路啊。直接选择石头开，都有一点小心思。不过这样的话，其实盲僧等会儿可能会赚一组野哦。因为你看豹女这样刷完了之后，他只能选择回家了。如果盲僧选择直接进石头的话，已经直接进了。对他进石头，他会多赚一组野。小石头，哎，这小石头是被谁吃了？但不重要，小鸡算是领先了一个大石头。总归第一轮刷完是赚的，而且是盲僧赚豹女的野区。是的。中路回一波加了之后，直接把双人路调到中了。然后安倍萨去下。过来想抢一手，但是差了一点。这明显有防守啊！5级打4级。那俊现在就很难受了，这豹女第一圈也发育的不是很好。前期感觉现在都是在，就是第一轮的野怪800个心眼子啊。这豹女你看，这第2轮野怪还没刷新，只能在旁边挂着了。是的，5级还没到。蓝色方前期天然领先了一点点的经济。对线期没有哪条路出现任何的问题，
Sky 这边虽然被就是波比消耗的有点惨，但是这里盲僧过来帮忙抓一波，直接一脚踹回来，这个大招，大招没有锤到，那已经倒了，给盲僧拿到1血，小鸡提了1血，很舒服啊，大赚特赚。对，我前面的话还没说完，我本来是想说正常对线虽然波比给了一些压力，但是经济上没有领先，但是这样一波打完了之后，反倒是给了盲僧一波机会，而且安倍萨可以吃镀层，往后撤。九董虽然就在旁边的4级了，不过交闪现过来之后还是够了。把人头再让一让。哎 ，Spark 想喝汤，但这个汤疑似没有喝到。没事，给你吃点镀层吧。圣枪洗礼的距离稍微短了一点点，但是镀层能吃到卢锡安这个发育也是挺不错的。嗯，还好在下路找回了场子。这波转线转得很好 ，WHG。其实上一波波比那个下路1打1。我觉得波比对上安倍萨其实有一个可能小难受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你这个2技能该什么时候用，他全身都是位移，对吧？你想挡，你不像打鳄鱼那样，他钻上来的时候你用2技能去挡，这个是比较公式的。就打安倍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他可能在骗你，很容易被骗到。嗯，反正1打1肯定是有优势的，但是这不好防打野。又过来吃了，豹女赶过来了之后只剩一个 buff， 视野也看到了，嗯。这前面野区的领先很大，这豹女虽然拿了一个头，但是两边打野都有一个头的情况下，经济还是被拉开了500-600。这个500-600在第一波资源团的时候可能会显现出来，加里奥主动发难上来打一套，但是这个中路2v2应该没什么机会。卢锡安这一方是比较急的，他想拿这个对线的优势，但不过也很难了。对，你看刚刚这个吃了先攻的吉格斯1技能砸完卢锡安半管血就没了。哇，这小炸弹有手法啊，泰梅斯。丝滑，豹女又来了，这波是看到的，直接举起来接盲僧的天音波，跟上去了之后还逼出来了一个死亡闪现，甚至留在原地的韩立也要倒，盲僧又拿到一波双杀，3人都开局了，炸穿了。哎呦，看一下这下一个小导弹，特别地狱火还直接把卢锡安的闪也给炸出来。对，这卢锡安虽然刚那个角度应该是吃不到1技能的，但是显然没视野的时候他有点害怕，已经有点怕了啊！这闪现就有点怎么说呢，服从性测试了，被吓出来了。这下路明显是被阅读了呀，因为知道你上路这个石头人一直吃不着，其实按照这个惯例来说，你为了补自己的发育，肯定会来我的石头人。所以 WG 已经阅读到了这一点，感觉就是猜透了你下一步要干什么。那现在无龟明咋整呢？跟豹女这个英雄也有一定的关系吧。豹女这英雄不能接受自己亏野怪，他会习惯性的打得比较主动。对，你换别的英雄可能亏就亏了。哎，真要上吗？哇，顶2个很不错。但是这波抬回来之后死的是谁还不一定啊。小鸡这里还好是有个闪现，赶紧摸走啊。不过先锋团刷新之前，哎，盲僧是没落位的。飞镖有点痛，已经被打残了。不过波比第一时间是没有往正面赶的，他没有踢。安倍萨马上到了，要落位了。先嘲讽配合吉克斯大招，打了一波非常好的 combo 闪现，躲了一下公开处刑。正面是一个4打1，大家已经把周给败掉了。不过 Sky 也倒了，这锤子锤走个大鳄鱼，但是先锋已经被豹女给吃下来了，小鸡没拼过场。咬一下小鸡，旁边被豹女一飙，直接给飙死了。这波还不错，对于乌龟妹来说是靠着波比先锤走一个，打了一波主动团战。我们本来来说，这前面这么大优势，第一波团应该是完全打不了架的，但没想到就WBG 想点子了，中路在先锋刷新之前浪了一波。我在想 Sky 刚刚在干嘛？他是不是应该先稍微撤一下？就是因为正面队友都在去打旁边从侧面走过来的沃利贝尔。他的大招空掉了之后，可以直接就是把人逼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直接上去打。你看他还是闪现上去打了，这波是不是有点小问题？这波感觉有点装了啊！而且这安倍萨前面也没有说很好的发育哦。对的，他是前面在蓝色王 Vivo Game 里面相对落后的一个。右下角给到这里，先把9筒给打一套。这个小龙还是两边想把这个架给打起来啊！但鳄鱼不在的。正面应该就是想拖一下，这样我觉得其实对于左边来说，其实都可以把这个小龙给放了，让鳄鱼去换1塔。正有此意，但是有踢。
沃利贝尔已经在往正面赶了，如果往正面赶的话，这个龙再直接让掉，感觉就有点小亏了。不过这确实也没办法了。对 WBG 来说，刚刚决策已经是这样，鳄鱼包括身上也是有 TP 的。意料之中的先锋没拿到是最少。对，这还是这个先锋拼惩没拼过，有点太亏了。嗯。目前这个阶段，鳄鱼的对线肯定是优势会比较大的，因为自己是有重装。对的，但是前面的优势其实已经浪费的差不多了，因为一波双资源的价值远远不止两边差的这1000多块钱的经济。对。安倍萨这里下路的对线还是比较舒服啊 ，Sky 在纯抽，但一个波比其实也没那么好杀，可以把人逼走了之后过来吃这个防御塔，但是豹女和卢仙闻讯赶到了之后要来帮了，小残在视野当中直接来正面，又空了，做好刚好做了一个位移的小残要卖小残走吧，又吃了一个虚弱，再给2技能，但卢仙的伤害有点高，不是啊，那这样一个都走不掉啊。感觉 WBG 打的有点看来火气了，而且他们要包下的话，其实对面野区里面没有视野，然后中路又 miss 了，这个纯的不应该。他们其实这一波2个人只需要在下路拉扯点时间，给中路争取一个推塔的机会就行了。是的，还好 intro 这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过来，这感觉也可大了。这把感觉两边打的问题都巨大无比，两边都有点火气，就是那种就见到人就得干架的感觉。是的。就是他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去管一些非常重要的条件，身旁是否有队友，对面必经之路上是否有视野。对，又来了，先给一脚，消耗几点血量，但是知道狗熊这里有大有闪，所以不想打到底。嗯，这把有点喜剧效果了。Sky 把自己的优势给玩没了呀。嗯。没一塔之后，带线就不能带那么深了。好在队友把自己的就是对面的中塔破掉了之后，自己家这里也还是能占上一点点的视野优势。而且我只能说，这把就是他们最好的消息是有个吉格斯，所以其实前面有点劣势也能接受。这波也很怪啊，大招空了之后，第一时间往后走卖掉小残就可以了，这不可能2个都走了呀。好兄弟得一起死，这2个人绝对复活，行吧。先锋放出来，要来上路搞事情，一脚穿出去，配个吉格斯大招，但是防御塔已经掉了。鳄鱼开起来大招了之后，看起来身板也不是特别的肉啊，还是往后撤吧。这波假凶一下，但是打不起来。鳄鱼开大招钻上去，3技能还断了。嗯。这样其实右边各个点位都把经济给打回来了。而且该说不说，为什么安倍萨在 rank 里面登场率没有那么高？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就是像这局这样，你的沟通如果说没有办法做的特别及时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英雄他会落单。对，无论是带线的时候还是打团的时候，他可能都会突然间自己出现在一个夹角里面。而且我觉得上次这个安倍萨的削弱，就是大招没有之前刚上比赛的时候来的那么夸张了。就之前那种是属于大招都没什么成本的，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开团的英雄。是的。现在看起来的话，就做低很多。这帮芒斯在身后装一下是可以的，而且对面防御塔只剩下53血了。可惜吉格斯过来路有点远，要不然的话直接过来放一个定点爆破就有了。其实打到后面WBG这个阵容会怎么说呢？就中期是一波爆发吧，再往后打就没。冲起来！这波想去秒豹女，虽然交出了自己的闪现，但是还不太够。不过还是成功覆盖范围。不住啊！没秒掉，往后去走。九筒先炸一手。回身想要去杀周，但是周皮糙肉厚，很肉啊。卢仙怎么被秒了？啊，配合是安倍萨加上吉格斯的伤害确实是够了。一脚传2个，传导很不错。鳄鱼收下这个人头，波比原地放一个大招打一个控制，弹回来了。intro也要交闪现往后撤。Timeace 这里的技能给的还是很不错的，是的，在限制对面的走位。那这个大龙难道说？新鲜的大龙要直接被打掉了！哇，这吉格斯一个人在上面卡豹女，单防豹女，艺高人胆大。这是你一个，但他确实防住了，该说不说。这个龙还有3000血，豹女已经被逼退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波拉扯做得好啊！这波拉扯把自己本身是有劣势的一个情况下又给玩回来了。这样的话，小龙还可以放给你，拿到这个大龙 buff 之后，可以在边线上面去多赚一点线。这波开的是非常果断的，这3闪潮跨越了整个河道，从下面开到了上面。但不过这个其实第一时间我觉得没有对豹女造成太大的威胁。关键是卢锡安这个地方的阵亡卢锡安被取了，他是想去找吉格斯，然后发现旁边有一个安倍萨。WBG 打团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效果。
就打着打着，突然有一个哥们儿有点上头，就看到人想找机会了，上去就直接白给了。哎，镜头切回来，在红色方的下半野区依然在碰撞，但是豹女是那种在面对大龙 buff 推进的时候很无奈的一个英雄。对，清不太了线。大招虽然放出来了，但是这个天生震落也并没有能够救到自己。下路又可以靠着爆破和大龙 buff 直接把这个2号。哎，豹女好像在找在找 Sky。 找到了吗？有加里奥落下来，打不过，这1打1都打不过。水手还不一定啊！哇，被加里奥拿下了这个人头。就说白了，刚刚加里奥不来，感觉1打1也打不过。这豹女主要还没闪，有点螳螂捕蝉那味儿了。对，好像要平推了。现在这几人怎么清线啊？疑似，主要这把吉格斯太无敌了，这吉格斯从头到尾一直在丢炸弹，没人能摸到他。上路再破个高地，下路这里没有去管，可以回去打一条小龙。我这个大龙 buff 的收益有点高啊，主要收益拉满了，经济莫名其妙的从军事变成了1万。主要 WHG 他们在面对到对面有大龙 buff 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没有从这个打架的节奏里面给脱离开来，对吧？一直在死。韩立还想去欺负一下波比，发现已经今非，啊不，韩立还想去欺负一下梅萨，但是现在今非昔比了。是的。 打不过了，再举起来，这波举进去的第一时间，脸上有3个，直接被秒了。但是配合后续队友的伤害，应该可以完成收割。竟然又没了，这卢翔好惨啊！天音波空掉了，想要过来杀韩立，天音波在跟上，开出了坚定风采，一丝血，疑似逃离了主战场。小鸡还操作了2波，有点帅，在这个人群里面穿梭了2下。你看吧，打完1波死的是个 AD， 确实有点1换1。 这波感觉 Spark 啥事没干，莫名其妙就死了。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疑惑点，是不是加里奥大招没好啊？要不然刚刚应该第一时间看到脸上有3只的时候直接交大了。应该是 Sky 进去的那一瞬间，加里奥就给大。那样的话有可能能保住。不过这局 Sky 玩的确实不太像他。Sky 这把打的脾气很大，见人就开，有大就开。 鳄鱼也是出的最暴力的这一套装备哦，这现在是属于面板攻击力拉满的，再加狂风。是的，他这套装备，即便是对面可能对到波比的时候，他也会很好打，伤害很高啊。再去海闪过来没有机会，波比在旁边蹲了很久了，霍利贝尔在旁边，不过一个眼直接插出来了。或者吉格斯有双招该怎么抓呀？这右边没有什么稳定的开人手段。哎，鳄鱼也在绕。 看一下，全在躲，全在躲，大家都在藏。这是一波捉迷藏。对，因为安贝萨的位置其实也是有一点 miss 了很久了。不行了，憋不住了，出来了。安贝萨要来了，怎么说？哎，下路已经打起来了，韩立已经要倒了，秒掉了，而且加里奥直接下场，又超不到 AD 了，挂到了天音波。 Spark 第一时间被逼到了很后面的位置，那正面的狗熊被卖掉了。而且小鸡这里的复活甲都没被打掉。怎么说？要直接去拿大龙一波？拿大龙感觉就可以平推了。感觉拿大龙是稳健的，其实也可以直接一波。确实可以直接一波，主要这2人清线容易被杀。安贝萨只要等大招就。这波拿大龙属于是过于求稳了。 鱼白拿一条，因为只剩一个打野和 AD， 剩下的队友复活时间都很久。看一下回放，看到视野了，但是你看这装备，波比都扛不住啊！一身护甲装，这波比面对到这种大川的鳄鱼，破败加大川一下子过来，半管血就没了。而且他们家现在是有输出的，只有卢仙和豹女。对。 第一时间被逼退了之后就没办法，这输出还不够看的。主要这个输出其实对于卢香来说，他不能有任何的失误。对面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秒他。我的妈，波比的经济也是穷的可怜啊！他和9桶不分伯仲。哎，但找到机会了 ，10mix 这里有个炸弹能弹走，弹不走了，被 Spark 拿下这个人头。那正面要拆家了呀，这样打的话。 狗熊再给个大招，闪现去拍基地了，直接拍就行了。900血，200血，58血，成功拿下。那首场比赛我们要恭喜微博 Gaming。虽然前面两边真的打得有来有回，但是就他们还是胜在有经验。
中期的那种一击致命的能力比较强。对。我觉得就是那一波大龙刷新前的打架节点嘛，那个时机把握的很好，就他们知道那一波只要打赢了，或者说把对面全部状态打残了之后，他可以去动这个大龙。对的，就对面那个最后他在动大龙的时候，对面的打野包括说好像 AD 都还是在的，但是那波就是因为人数不满的情况下，他们可以把这个刚出生的大龙给拿下。没错，感觉这把还是就是看了各种各样的失误，属于是。对。那我前面两边失误都挺大的，只不过我是觉得 WHG 一直打的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能赚的地方。就他们虽然在一直赢团，对吧？包括你可能看到这个下路也赚了很多，但是始终是没有把自己的节奏给提起来，就都是比较干燥的人头。对，就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赚到一颗，比如说像下路夹击安倍萨加上加里奥那种，正常你拿到2个人头的话，需要围绕那个节点去就是做点其他的事情，但是他们无事可做，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一把其实 WHG 唯一做的很好的地方，就是在他们前期陷入到有点野区劣势的情况下，那波先锋团的处理做得很好，对吧？找到了对面过来比较上头的，在先锋团跟你消耗的机会，然后把对面的血量打残。本来是那一波是接不了的团战，但是硬生生把这个先锋给接下来了。而且那一波也是因为 Sky 赶来的路上见到人直接上了，而上去的连上有3个人啊，下半区也有一波嘛。但是当时第一时间自己家的队友是没有办法支援到的，因为正常来讲那种情况的话，你选择到加里奥，作用其实就是直接大过去。对。但是那2波可能恰好都没有大或者怎么样的，就导致出现了那种乌龙。不过我觉得这把其实对于 WHG 来说还是很可惜的，因为前面毕竟打的有来有回，打到中期的时候被一波拿下了。一波拿下了。对，就那一波节奏太大了。就 WBG 他们现在拿到的这种可能优转胜的这种姿态啊，他们是会在中间的一波大龙团跟你去搞事儿，然后那一波拿下了之后，其实你前面再大的劣势也可以翻回来。但 WHG 的话，其实一直以来给我们看到，就是前面打架虽然打得很频繁，但是可能没有办法把自己这个雪球给滚起来。怎么样通过打架去获取优势吧？说1000道1万就是雪球怎么滚。雪球好像确实有点得好好研究一下。我觉得对于他们队来说，就选手的个人能力有一些，至少你还是看得到的。对，中期的节奏太差了。来看一下赛后数据面，17分半结束的，这把时间还行。Timeace 这吉格斯因为这一局只有那一波受到了一些针对，然后剩下的时间都是在无压力的输出，打了4万伤害。这把太爽了，太顺了。还是因为前面几个战士太肥了，导致吉格斯没有人能来管他。就右边他如果想摸到这个吉格斯，除了你自己站位比较靠前以外，那就只能等着对面把你的前排一个个打散了之后，才能去摸到你。MVP 绝对是要给到小鸡的，这一手盲僧6-1-5的 KDA，17的伤害占比，130的伤转，参团率73%，3票全部拿下。这把盲僧前面在第1轮的野区刷野上面就已经开始拉开差距了。我只能说，就中期或者说这个对线期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其实 WBG 打的几波团战稍微有点上头，导致野区里面把这个劣势给补回来了。小鸡和小残这把打的都挺好的，他们开团很果断。这把如果正常发育的话，其实野区应该是一路领先，基本上不会给俊找到任何机会的。那豹女其实野区前面第1波，我记得这个中路的时候，好像那个4级在那儿挂了个至少有个半分多钟。有的啊，这样其实对于豹女来说已经游戏结束了。前期经验上的一个领先，以及等级上的领先，对两边的打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包括这一波。这波原来是这样，先动的手。那肯定是啊。Sky 守株待兔，旁边还有一个加里奥等着，马上支援到正面。这波就是看到 Sky 只有半管血啊，想动了杀心。几波打团的时候 ，WHG 其实那卢锡安都死的有点莫名其妙的。Spark 其实这几波团战的站位有一点没想好，就每次队友可能前面打的这个团战。开团开完之后看起来是一个优势团啊，但是这卢锡安总是莫名其妙被切掉了，然后后面就开始输出有点不太够，少卢锡安。这也是为什么更多人喜欢玩 EZ， 没那么容易死。对，卢锡安还是面临着你需要稍微有一点贴脸的去打输出，毕竟手不够长。而且卢锡安这英雄，我觉得跟队友可能需要抱得更紧一些吧，就 EZ 可以。这个站位更灵活一些，对的，而且 EZ 很多时候你在团前可以打出来很多有效输出，然后包括大招可以支援到就可能隔壁的战场。对，但是卢锡安这个英雄，我们看到他下路有的时候想吃助攻，大招都交了，距离不够。换成 EZ 就不一样了，对吧？我就有全屏的。对啊，
这种东西就属于英雄本身的一个问题吧。但是卢锡安现在选的毕竟是属于我们 T1级别的 AD， 对啊，说明这个英雄足够是强的。只不过怎么说呢？就是他手短的问题，在一些阵容里面，尤其是对面有这种手特别长的英雄的时候，就会变得很被动。还有那种开端点特别多，像什么安倍萨、鳄鱼这种英雄，一旦贴到脸上，他是没有办法活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卢锡安这英雄，其实在我看来，他还是要搭配软辅才好用。就你配硬辅的时候，其实你除了像布隆这种你线上稳定可以去打被动的以外，其他的英雄其实卢锡安并没有那么想象中的吓人啊。就卢锡安这英雄在排位里面比较吓人的地方，就大家看到，比如说搭配一个米利欧、大美这种，就爆发很高，就对线的时候就可以给你捅烂，还有回复能力，对，然后给你加点射程。中期挂着辅助给到的增益 buff， 直接滑上去点几枪就很爽。对，然后我们刚刚也收到消息，下一场。WHG 主动选择了蓝色方，是的，基本上其实大家现在都是会在落败之后选择蓝色方，因为这你毕竟1楼抢的优势还是比较大。对的，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微博 Gaming 在蓝色方1楼拿到鳄鱼了之后，也是构筑了一套非常完美的前3楼的拿人。这3个拿完了之后，其实就是那种冲击能力巨强的体系。对，然后对线上面优势还是比较大，我是觉得就这把其实看起来的话，野区方面的劣势其实对于 WHG 来说也是不小的，所以下一把我觉得最重要的前面的问题还是先要把这个对线期给度过了。这把对线期算是勉强度过了，但是打到那个中期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乱，只能说真挺勉强的吧。对，还是因为选的英雄是比较好度过的吧，只能说对吧？这上路选个狗熊，我带会出事儿。我们好不容易看到了在双资源的那一波赢下来了，觉得有了一些希望，然后立马就被掐灭了。对，就是这个。一转线之后，然后吉格斯限制不了下路，虽然拿到了优势，但推不了塔。而且他们这个下路拿到优势是等于对面给的机会，对吧？对面相当于有点送的，送给你的没有把握住。所以我们盘时间线就相当于是前面先拿了就是蓝色方拿了野区的优势，然后红色方赢了第一波团战，然后蓝色方又拿到了继续自己的转线优势了之后推了中塔，然后红色方拿了下塔。就好像他们每一波其实没有赢，只是交换了一些东西出去。对，而且对于 WHG 来说，他们就是交换了这个东西之后，对他们来讲就只是一个干燥的人头。就实际上你没有拿到像推塔或者说资源上的这种实打实的地图经济。对，但是至少上一局我们可以很明显感觉得到，这支队伍是喜欢打架的啊。那莫不如考虑一下拿那种就是纯在中期打架的阵容，下一把试一试。就这种我觉得可以搭配个软辅啊，就是软辅啊，对，就是来个什么萨勒芬尼这种东西，对吧？然后搭配个那种，比如说上路整个什么奥拉夫，合理，对吧？这种纯打架的，其实我觉得会比上一个阵容可能更好用、更直接一些。你这种见面就干的，肯定能够在中期的时候提高一下自己的容错率吧？对，那种阵容中期的冲击力确实强，你只要赢一波就有可能拿个大资源。而且上一把比赛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来 ，WBG 今天是明显很想跟你接架的。就他们可能之前还挺运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是上来脾气都挺大，已经接的不是特别理智了，咱只能说。而且一有机会就直接上去打呀，而且还是这种主动上去打。主要是今天 Sky 看起来有点上头玩了。其实可以根据第一局的一个状态，第二局的时候就稍微设计一下，是不是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中下转线，然后 Sky 去下路了之后，你这边多派点人，然后在那个野区入口插个眼了之后。去针对一下，再下路 Sky。我觉得 Sky 上一把可能就是那个1级的时候被搞了一下，有点烦。对吧？那1级的时候被搞得前面几波线摸不了。没错。像这样的小设计啊，我觉得还是 WHG 可以前面多搞一搞。那1级上来一搞，那安倍萨前面摸不了线，又是一个带不灭的波比，对吧？这前面有被动就上来砸你一下，安倍萨还不了手啊。但这局那些英雄都不能用了，想点新的。看看，主要是看蓝色方1选能拿到啥吧。毕竟换边了之后，可能 BP 上面至少在红色方可能会放出来一些英雄。对。现在上路其实没有了鳄鱼之后啊，这个葵桑体的优先级会比较高哦。我觉得其实对于两边选手来说，这葵桑体的优先级都是会很高的，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可能上半区不怎么有人来靠，对吧？上一把看起来的话，都基本上是围绕在下半区打架。而且两边选手其实这个上路的对线都对的差不太多。上一把一个鳄鱼一个狗熊，基本上都没有把那种大线推进塔里面的画面出现。至少我们的 OB 镜头没怎么切过去，说明那边是风平浪静的。是，就可能只是相互换血。来吧，看一下第二局的 BP， 蓝色方的芜湖 Gaming 拿到主动选边权了之后，换到蓝色方这个锁头的泰坦还是得搬。
魏要搬吗？在蓝色方，然后现在瑞兹还开在外面，时光之后有可能再补一个瑞兹。就瑞兹其实对于 WBG 来说是一个命脉啊。Sky 现在拿到瑞兹的胜率是很高的，而且他们非常仰仗着 Sky 去起节奏。这个英雄也足够强啊，还是尊重了一手，把这个魏在红色方搬掉了。对的。也没有想着去等着最后一手，实在不行了再去搬。那现在阿卡丽也搬掉了，瑞兹怎么说？要开吗？阿卡丽其实现在在班位上面没有很常见。主要是阿卡丽拿出来的效果也挺一般。现在还没盲僧了，其实阿卡丽也没有那么，就是拿出来也没有那么好针对他的英雄。对的。是的，我们是无畏征召模式啊，第一局用完的英雄，第二局就不能用了。兰博，那瑞兹现在就是争强点了，包括 EZ， 因为上一局蓝色方是空了一个位置出来把 EZ 搬掉了。这两把芜湖的下路其实都选得很舒服啊，一把 EZ， 一把卢。但 Spark 这个对他这个打团的时候站位考验还是比较大的。这把 EZ 生存环境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就不能像上把卢那么样白给了。瑞兹。瑞兹。叽里呱啦，又是换火男，又是换别的，换完了最后还是得拿瑞兹。这肯定有瑞兹得拿呀，加个赵信，瑞兹加赵信。怎么说？俊，来个卡兹克怎么样？这野区1打1得优势啊。卡兹克，你真别说，卡兹克这英雄其实是有点 poke 能力的。对，他可以跟 EZ 去搭个 poke。哦，人马，最自信的人马，3板斧之一啊，俊的3板斧之一，这登场率最高的英雄啊，对他来讲，扇子妈增加拉扯能力，而且增加对线强度。这下路拿的其实挺好。对，这下路的对线也太强了吧 ！EZ 加卡尔玛一起拿了。那这样的话右边不好接招啊，这下路拿什么呢？吉格斯也没了，这把，对吧？这之前如果有个吉格斯的话还好起线。杰拉得硬扛一下，杰拉加艾希或者都是好的。我觉得加个镜吧，加个镜至少能洗线。女枪的话就有点硬碰硬了。我是感觉这把女枪有可能会打团的时候被这个人马搞。不好站位啊。但是相信女枪的强度，毕竟这英雄现在强度足够，只不过打团比较看发挥。女枪的对线强度肯定是够的，但就是打团的时候，这卡尔玛只要拉个大招，对吧？再给个加速，给这人马直接冲进来，把你大招一断，女枪感觉就完不了。我看大家在说流浪的大招没什么用，其实这个东西在比赛里面用处还挺大的。而且我觉得手游的流浪，其实大家得意识到一点啊，他大招能刷新自己的小技能 CD。就所以你在无论是打架的时候，还是说正常在边带线，因为手游里面。就是中单，你去转下路边带线的时间会很长。对，这段时间里面大招就是你的保命手段。你也相当于可以把它算作一套打最大连招的时候，中间有一个重置的小技能。对吧？这大招可以当这个使，你就自己注意别上车就好了。可以。有时候莫名其妙上车走了。对，上车走了。巴德瑞尔2班辅助，搬一些配合女枪效果比较好的英雄。青钢影。剑魔，哇，这打架纯打架来了。那卡萨丁就算了吧，把卡萨丁拿出来，感觉纯被康特尔。这对面已经卡米尔选了，卡米尔这英雄打卡萨丁是非常好打的。主要是打团的时候，卡米尔只要锁个大招给卡萨丁，走都走不了。没有办法越狱。对，奎桑提还可以。奎桑提，他就是我感觉上一局也是前3手选完了之后，后面就看起来很稳了。再拿个格温没问题。武器大师，武器大师有点强行，我觉得这把感觉格温是最好的，而且能补点 AP。瑞文，哇，他好，行，至少好看，这有绝活。我在想，萨勒芬，对，要不要就搞个软辅跟你打对线啊？这肯定得拿软辅，这不拿软辅玩不了。卡尔玛对线强度太高了。萨勒芬尼虽然说被削了之后，整体的强度在软辅里面就是那个梯队稍微往后下降了一点点，但是这个英雄的大招还是跟女枪有 combo。不过最后换成杰拉，没问题，杰拉前面也亮过了，这个英雄确实也合适。杰拉是对到卡尔玛，我觉得最好的解法吧。而且这个英雄有反手能力，他的反手能力还是要比萨勒芬尼强一点。其
只要队友能开的比较好的情况下，这杰拉跟女枪两个大能做到一个非常好的 poke 效果。但我依稀记得上一次 Inter 其实有拿到过一把杰拉，就是对面战士比较多的情况之下，真的是被针对成筛子了。他有那种特别好的发挥，伤害打的也很高，但是关键节点每一次就是你一旦一个露头，直接被对面磕秒了。这对面有锁。对啊，这把对面也有锁啊，有个卡米尔在。对。你像这把人马瑞文，然后卡尔玛还能给一手加速，真的不太好活。这把其实 WG 阵容选的真挺好的，很扎实。这上路又是个葵桑提，然后打团的时候靠着卡尔玛拉扯一下，还有个人马，对吧？这也能进场。然后得看这瑞文的手法啊。其实因为我觉得这把你要真的是从 BB 上面来说的话，肯定是格温是最好的。对的。为了相信熟练度，选择了一手绝活的瑞文。我们也相信他的相信，这一手选择。其实把蓝三方的阵容真的还可以，但是这个瑞文对线可能会有点难受。对，他们是打一个下路的强线，中路在前期被压，然后野区的话，如果说考虑到综合的对线情况，如果你从上往下刷，那可能还好一点，下路可以帮忙啊，去控河蟹至少。顶多是中路没线吧，我觉得这把 WHG。因为杰拉虽然也算软辅，但是他在前期耗蓝量特别大，而且种子的血量很低，一发普攻就掉了。他在前期的对线上来讲是没有卡尔玛那么强的。对，而且我觉得得看一下组合，对吧？这毕竟是 EZ 加卡尔玛。当然我们说的这些是不看手法的。如果你手法足够好的话，女枪加杰拉也是可以打得过对面的扇子妈加 EZ 的啊。前期的站位基本上是不想给女枪一箭双雕去弹的机会，但是这波这个直接上来贴脸打是怎么回事啊？这波换血不赚啊 ，Spark 这被动才3层就这样直接上来了，这有点故意凶啊，有点凶的没道理，有点摁凶了。对，有点摁凶了。中路瑞文，升了个2级之后2级打1级上去凶了一波，但是也没有赚到血量优势。3级之后啊，这瑞兹就会把线权给拿回来了。这2级就已经没那么好打了，但是前面血量其实压力有点大，回去能吃个果子，但对于瑞文来说，这个线肯定是很难受的。对的，因为瑞兹还有相位，你这后面真的是不太好靠着自己的小技能摸到瑞兹的。两边打野从上半区都刷下来了，这把是3片刷完了之后再往下走。杰拉上来之后是有一点点想动杀心的，但是反身的双链困住了之后 ，EZ 趁机 A 了一发，不过血量还是红色方占优。中路猛打一套了，2技能定一下，打了一个闪现，再给个3技能盖。瑞文好像就是他从前面对线的时候，你就看得出来，他每一波在凶的过程当中，好像都在亏血量。这波直接把兵线也亏了。打瑞兹真的是没有太好的办法的，你不能，你要不然就选择拿血去把这个线给换了之后赶紧溜，你就不能有那种我想跟他试着换血的那种冲动。对的，很容易亏，很容易亏。主要是瑞文，你要打到瑞兹的话，瑞兹小技能太多了呀。其实我觉得啊，这波早点挂个点燃，说不定瑞兹都不会冲的那么快。是你吓他一手，吓他一下，最后点燃都还在。这波确实有点没道理了，人马就在旁边，但是赵信也在啊。这波人马直接冲出来了，瑞文上来打，但是直接被困住了之后，赵信上去先找瑞文，可以直接把瑞文宰掉。但是正面的话，人马也是把瑞兹打掉了，残血的小鸡俊好像收不掉了，直接撤。看这个就是我说的嘛，下路还是看手法。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对线强度是没有算手法的。主要我觉得前面这1级。那一波给自己有点完没了呀！瑞兹直接开车过来补一下线，但是大车兵还是掉了。你都躲到这儿了，还被弹死了吗？哇，这就是还是被洗死的。不对，女枪大招啊！女枪大招进 CD 了，洗死的，那合理。闪现再洗一下。不是，他刚就是被弹死了。对，那个大招进 CD 是，就是我们的那个 OB 界面是他刚刚放那个大招。对，但是这个大招的角度有那么一点问题，把 EZ 吓一跳。也把我吓一跳，谁看了谁不吓一跳？这种突施冷箭给你来一下子，玩不了了。
这把已经预定陀螺了。对，打到边线的时候可能会好打一点点啊，是的，但也没那么好打，因为瑞文这英雄不像安倍萨，他至少有个大招能配合打野。瑞文想要摸到人身上，说实话意图有点明显，对吧？嗯。所以我觉得唯一的好消息就是人马的发育还不错。下路要打起来了，又来了，杰拉给了个大，人马开大招直接往后溜。瑞文想赶过来，但是没视野，不好留人。也都撤了。这阵容想留人有点强行。下路又捆一下，顺势换线啊，让 EZ 去中。然后卡尔玛帮着瑞文把下路的线吃了。这里虽然亏点经验，分点经验，但是这毕竟对线会舒服一些。现在经济上倒是差不多，但是好像红四方给的对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 Sky 这里的优势太大了呀 ，Sky 和 Temis 的下路优势也很大。对的。没想到这女枪加杰拉这对线打 EZ 卡尔玛能这么大优势。兄弟们，我刚刚说下路的这个，我在猜他是 Q 死的还是大死的，是因为女枪的大招，就是从 OB 视角上看是进 CD 了的。但是他 OB 有一个滞后性，那个大招的 CD 是在下一秒才放出来的，因为切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一个极远的距离，然后直接人没了。对。我是瑞文，感觉糟了呀！已经被杰拉阴到了，直接抬起来，2段控打到，有个闪，瑞兹继续往前跟，有了，爆炸了。瑞文这英雄，比起我们刚刚说的格温来说，更没什么发育能力啊。他也没有那种兜底的能力。对，就是如果劣势的话，就会一路劣势下去。除非你优势真的很大。这线上至少是个平发育，打团的时候你挺猛的。大招刷新一下捡俩头，对吧？装备跟起来，这瑞文这英雄打架还是厉害的。上路的葵桑提这把其实默默无闻的优势还不小。等我要看他打团的时候，周能不能发挥一下。卡米尔在至少神分出来之前，打葵桑提都是比较难打的。而且这把带来还是个迅捷步伐，他为了对线过得舒服一点。如果说卡米尔带不灭之握的话，其实还可以更有成长性一些。是的。两边做了一个资源的互换，但与此同时，因为下路的优势很大，所以瑞兹已经靠着赵信，不靠这个先锋就把一塔给推掉了。下塔也拿掉了，瑞文现在没有发育空间，上路叫先锋出来，在断波线。卡尔玛也在往正面赶。EZ 是有大招可以支援的，线断了，再把塔点了。这个塔只能让，守不了。那下路已经点到2塔了，怎么办？瑞文在塔下挂机，我有中路1打1，我把自己闪现给玩出来。Spark 是技能命中。大招，哟，被躲开了。泰米斯这里提前已经想好了你会挂大，挂机了，再开个车走，把小兵也带走了，这线还不让你吃完，太难受了。哎呦，我是他，我已经红了。没事，小兵还会回来，还会红，但还得再等等。带走了带不回家呀。还好自己家小兵可以自己吃了。但等会这个打团打起来，右边双 C 的威力感觉有点猛。双 C 现在装备太好了。女枪这把还做了个电冲哦，我还真没见过这种路子。我有见过那种卡莎第一件做电冲的，就是毕竟手感不太好 A 人，上来打一个 A 接1就能直接跑。女枪这种可能也是同样的，就是上来 A 一下。他可能也是想着中期打的强势一点。这中期肯定打架或者这个对线上的消耗肯定会更直接一些嘛。哇，这 EZ 已经1/3血没了。瑞兹下路已经推掉2塔之后，可以来上路提节奏，葵桑提得跑。
有一个蓝色方的信号，哎，得来防一下吧。有一个蓝色方的信号，队友都过来了，这波有机会反打。对，得打起来，感觉这一波第一时间红色方的站位是有点深入的，链子练到2个，但是反手做的还不错。刚刚杰拉那个位置反手直接把人全都留下了，没有继续打起来。哎，但是杰拉继续往前走的话，也不好追。对 ，Spark 就玩的脾气有点大，直接3技能上脸。瑞文也开大了。瑞文开大了，这找不到人，兄弟急坏了，而且踩在这个视野下面，下路的线又没让他吃到，完了这把感觉瑞文已经急的开始思想出问题了。这把就不是急的问题了，现在想的就是好想打架，打不起来呀，对面中塔还在。等下条龙呗，而且杰拉现在装备起来了之后，其实他的 poke 已经开始有伤害了。实在没想到这 EZ 加卡尔玛中线一直是对面拿到主动权哦。还是自己对线失误有点大，自己不该这么玩的。瑞文在上路的槽已经蹲了很久了，瑞兹也知道这个时候对面可能有打野会在。哎，没忍住，要过来打了。看一下这个1技能能断掉，没断掉。哇，这第3段折翼之舞还没好啊。但旁边 Sky 走的位置太深了，走回来又白给了一个。不走确实是白给了。今天不把我杀了不行。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下一条小龙也就位了。上半区的视野已经站住了，因为有一个上塔的优势。蓝色方有一个视野上的入侵在蹲，但是好像蹲来的是赵信，不是一个有缘人。拿赵信没什么胃口。但是女枪，你想让他这种上半区失手的情况之下，这进野区也不太现实。对。卡米尔这把做了一个破剑者。这条小龙，感觉左边不太好去摸啊。左边这个时候主要瑞文的战斗力实在太低了。而且 EZ 加卡尔玛的发育也不是很好，现在中线也拿不到，没人能下龙坑。就他们如果想下龙坑的话，只能让魁炀迪处理完线之后，自己一个人往下扛。但该说不说，这把的经济差距其实不大呀。现在更多的是小龙优势以及。就是战线上面来讲，各个点位的发育都还可以。这大龙面来打一波看看。但是卡玛的位置太深了吧？女枪洗个大，虽然没洗出好的效果，人马冲进去了，人马一个人再打3个，卡尔玛已经倒了，但人马恐惧到了人之后能杀吗？旁边的 Miss 还在操作，他 Miss 反杀掉了，而且旁边的 Spark 也要死，上面框住了一个魁炀提，没了呀！一波打完了之后只剩一个瑞文，这瑞文说实话在旁边已经 OB 了很久了，但是他进不了，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没有一边能去到。女枪去推上路，然后正面队友去打一下大龙，这波完美的节奏打完了之后，感觉游戏又是突然间结束了。我认真讲，这瑞文如果刚刚是跟俊一起进去，就跟人马一块儿进去的话，一定包杀后排啊！包杀，杀完了，而且这波人马其实是踩了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进去，就等女枪大招放完了之后 ，Intro 自己已经勾引到位了，就还是沟通出现了问题啊！你看瑞文这里被2个金身给卡了太久了，没必要因为这个金身在这等这么久的。其实你越过赵信去打后排就行了。他这波相当于是 OB 了很久，对，但是没有做到实质上的事情。拿完大龙露出正面推进，这个应该是要向着高地发起冲击了，跟上一把的画面有点像。Sky 旁边是不是有个人在蹲啊？蹲了很久了。瑞文要过来找他了，队友团都不打了，要过来跟你1v1，兄弟这发狂了。而且我感觉他这个真1v1过来也，打不过呀，把瑞文连人带闪一起逼走了。盖哥也有话说了，这对线抽你抽的还不够，而且下路青钢影还在带，这个正面埋伏了一波等于白埋伏啊，高地要掉了。卡米尔身上大龙 buff 再加一个破剑者。哇，这3个人抓他抓不住的。然后你过去就下路，中上又开始推，2塔已经全推掉了啊。现在看看高地守不了，能不能守一个呢？左边这阵容清线实在是困难。这 EZ 是清线最厉害的人，居然。赵信在推塔的时候不慎被击杀掉了，那好像真守住了下路高地啊，但感觉也是时间问题了啊。开车转向过来了，但是正面这是什么车？被人马拦住了。这辆车开过来了之后，好像要把小3给开死了，留在原地，开启金身了之后只能等死。剩下的3个队友被人马口径回来2个，是把全给了。
盖哥，这辆车要了亲命了。盖哥你在干什么？太夸张了，兄弟！这同样的命运，开完一波车了之后，现在只剩一个青钢影啊，生怕对面找不到节奏，我自己过来给你送2口。好人好人。但不过这波2个 MVP， 一个是人马，对，一个是瑞兹。但真别说，这波就算送完了之后，经济还领先了这么多。是的，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插曲啊。女枪说还好我没上车，但是女枪也死了。女枪怎么死的？女枪是想要过来参团啊，然后回头发现走的方向不太对，直接被人马大了个贴脸。这也属于开车开脸上了，这撞大运了，这属于撞大运了。可能是觉得这一局自己还没怎么失误过啊，这必须得来点画面。对，没有小失误，那就集中起来来一波大的。马来了，又是一个好位置，超凡之用拉一下。2个人都在原地，但是 Temmincy 这波没有被恐惧回去，死了，军还是够的，直接转死了。 2个人全被转死了。赵鑫开个大招，第一时间收掉对面一个卡尔玛，但是旁边这个人马好像已经有点没什么战斗力了，一直在做拉扯，2技能没给到。事实证明，下路也没有那么重要嘛。但是瑞兹的这个有红 buff 粘人还是厉害啊，只剩下人马了，人马哥守得住不？感觉已经大势已去了。带着破剑者的青钢影，2技能上来，直接要过来锁你，搭配上瑞兹。 金身起来压一下，金身起来压一下啊！有复活甲的，有复活甲的，不用怕。然后金身再规避一手，完美康纳直接拿下。15分钟的时间，我们恭喜微博 Gaming 2比0取得比赛胜利。快啊！这把打完之后，对于微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士气，因为他们现在来到了6胜。哎，不过该说不说，无 Gaming 的人马玩的真的很好。他这个人马有一种，就是有没有那种你在 rank 里面匹到了一个比你段位高的人那种感觉？ 降维打击，就有点降维打击的意思。但是人马这英雄，你只靠他一个，确实也不够。这把还是队友太烈了。这把队友要是正常发育的话，这打团一定很好打。尤其是瑞文，包括你前面说到的那一点，如果说在那一波团里面，人马和瑞文一起去冲后排，而不是2个人隔开，人马一个人冲后排的同时，瑞文在原地守完了之后，发现没守到，再去跟人马，就是那样的协同性太差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们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来慢慢打前排，把前排一个个打完之后，再面对对面后排去做处理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一开始这么想的话，你就是可以这么玩。但是他们最后的这个选择是有人去切后排了，但是有人在正面守这个开了金身的赵信，就明显没想一块儿去。对，然后交流也没交流到一块儿，这属于就大家打团的时候各打各的，就没什么沟通。所以咱这两局看完了之后，其实问题找到了呀。啊，就是他们在中期的协同性是有问题的。 对，可能指挥不够明确，或者说有人指挥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在执行。我的想法就是从第1把那个卢锡安，就 Spark 那个卢锡安的时候，其实给我一种非常大的感觉，就是大家都会每个人急中生智想点点子。但是我觉得打比赛的时候，其实跟平常打 rank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你需要去听指挥在讲什么，对吧？你就是大家得至少这个协同性上做到统一，但是你不能就突然看到好像有个机会，你想上去打一波骚一波，突然就结束了，对吧？这一下子就没了，直接就一下就没了。确实，我们恭喜微博 Gaming 吧，主要是对于他们来讲，这场赢下来了之后，其实6-4的一个成绩，现在和 KPG 是属于整个的大场次一样，然后他们6-4，然后 KPG 是4-6，对，那对于他们前4名的一个位置，我感觉是属于更进一步了。当然也要等会儿看一看下一场 BO3 KPG 有没有机会去成功赢下 RV， 虽然是一个特别难打的仗，但如果这一仗赢下来的话，他们依然有机会去翻一下微博 Gaming 的位置。我觉得现在其实对于微博来说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相对于他们来讲啊，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净胜分上面的优势还是比 KPG 要大一些的。就 KPG 目前来说是一个-1的净胜分，就也就意味着他们后面的每一场比赛都得尽可能的2比0赢。对，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确实。 就特别是你首先在下一把对上 RV 的时候，你首先得2比0。打的是我们现在积分排名第3名7-3的位置的 RV， 有点难度，有点难度。而且 RV 最近的状态特别好。我只能说 RV 这支队伍给我们的感觉一直是那种神鬼二象性，就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强，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弱。强的时候呢，就是强无敌啊，然后上线冠军。 有的时候搞一把也有可能，对，这有的时候这可能最弱的队伍都可能打不太过。我觉得这 RV 确实状态起起伏伏是比较大的，也得看他们当局的这个状态。来先看一下赛后数据面板吧。
这把15分13秒结束，比上一局结束要更快一些，主要是因为炸裂的时间来的也比较早。然后整体输出上来讲的话，杰拉是打了全场最高的输出25000，也不出意外，因为这个英雄是很容易在优势的情况之下打出来最高伤害的。这把韩立绝对这背大锅了呀，这兄弟。瑞文选出来，这前面玩的太急了，太想证明自己了。还好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质疑了啊，这把绝对是不如格温的。但是这把人马打的是真好。俊这个毕竟选的英雄最多，最多的就是人马。我们给一个人马代言人 SVP， 这属于那个叫什么？加里奥的保护，局不掉钻，对吧？给你来个不掉钻。这 MVP 是谁不知道，但一定，我刚想说一定不是开了那辆车的 Sky。没办法 ，Sky 这把对线是打爆了。他确实打得好，但是好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一波就是搞笑集锦啊，就是那个车开过去了之后，直接把队友送进去。可以。来看一下，6-3-6的 KD， 26伤害占比，92伤残率，伤转是163。盖哥今天确实这个节目效果这块拉满了，拉满了。第一把安维萨也在开始搞，选择了弹幕最多的打法。今天按说也算是神一把鬼一把的，因为第一把的安维萨虽然有攻，但是过也很多。对。不过好在，我觉得对于微博来说，只要是他们的中路 Sky 这条线能解放出来，能动起来啊，他们就一直在战场上面有主导性。是的。其实这把小残打的也很好哎，小残这把输出很高，而且他有几波比较漂亮的那种，就是金身完了之后的反手。那这波也是，他其实在死之前已经把自己的该放的技能都放了。对，还用金身拖了一会儿，因为这个金身也可以让对面站位稍微卡一下，吃到杰拉的大招。没错。这晨晨溜了，对，肯定溜了，正面单不了一点。是吧？韩立是真的有点被上课了，对线上面给到的压力也很大，边线的时候也一直带不出去，而且打团的时候对面也没给机会。但是敢于这样去选择英雄，还是值得鼓励的。我觉得这种就是教练下去复盘得复盘多一点。我觉得韩立，特别是这把瑞文玩的有点太 rank 了，他的这种思维是属于像 rank 里面，他如果这么玩的话，很容易就能找到机会，然后就把自己前面的劣势给补回来。包括说你可能优势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你这样的一个瑞文，你很容易就是能拿到个多杀，对吧？但在打比赛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会对这个兵线上面更加敏感一点，对的，这样子就不会给到你太多的机会。唉，主要是看着挺心酸的，因为他在中路前面，就是在没有爆发人头的时候，他一直在特别积极的换血，那个时间点就已经感觉到隐隐有点不对劲了。是的，对吧？还是建议下次选一些我觉得版本主流的英雄吧，至少你像格温那种前期有点炸也可以兜底，对，可以发育嘛。那我们也再一次恭喜微博 Gaming 拿到了关键的1分。接下来的时间听一听赢下这一场之后有什么要能跟大家来分享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看一下赛后采访。感谢2位解说老师，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我是干干，同时也是再次恭喜微博获得了本场 BO3的胜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他们的辅助选手小残来接受赛后采访。那么先有请小残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WBG 的辅助小残。好的，再次恭喜你们2比0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朝着自己季后赛名额的这个目标又更近了一步。那还是有几个问题想先问一下你的。其实，在第1局的比赛当中，你使用的加里奥发挥的也是非常的出色嘛。而当时有一波非常关键的前中期的团战发生在了上路的河道，当时你是先用2技能开到了对面的一位单走的选手，后面呢也是通过了自己的2、3技能，然后帮助团队完成了一个0换2，顺手拿下了大龙。那当时这波操作，你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呢？就是那一波那个河蟹即将刷新，然后我们觉得那是个很关键的大龙战略点，所以我就说那一波会有人在那里，然后看到有人出现就直接开了，然后就通过跟队友的配合就做出了0换2，然后就顺势拿下大龙。因为根据接下来的资源点做出了一个提前的预判嘛，然后同时也抓机会抓得非常的到位，也正是因为有了你这一波抓机会，才帮助团队完成了后续的这一波团战。那其实来到了第2局比赛，也是更换了自己的辅助风格，从硬辅变成了法辅，选择了杰拉这个英雄。那其实2局的风格从辅助上这个角度上来说，给我们展现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们屏幕前的召唤师他们来说，肯定也是非常想要学习
及到关于这2种风格的辅助在 rank 当中应该去注意到什么？有什么建议分享给各位呢？这队伍里面要是有青钢影啊，就是魏啊这些英雄的时候，配合加里奥都会很不错。然后对面有那种法术伤害比较多的时候，选出加里奥辅助也很厉害。然后杰拉的话，就是在第2局的对线中会有很大的优势，就是对 EZ 卡尔玛这2个英雄，杰拉是1个人能 counter 2个人的。确实，因为我们平时遇到了 EZ 卡尔玛还是非常头疼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其实有点类似于线霸的存在的嘛，所以说我觉得选出杰拉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来到了依旧是我们的第2局比赛，其实前期你们也是有优势的，但是来到了中后期，面对上人马这个点，在盲视野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去保护好自己的 C 位，毕竟这一局的比赛当中是选择了一个法辅嘛，保人的能力会稍微差一些。那在了中后期，关于人马这个点是如何去跟团队去做沟通的呢？就是买完金身之后，就让队友稍微站得散开一点。人马只要他就他的大招不是命中很多人的话，就是随便打的团。确实，哪怕让他过来悄悄咪咪的突破，也只能突破1个人，剩下的我们4兄弟，然后再一路上去给他们全部都干掉。那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今天也是拿下了比赛胜利嘛，目前我们的积分榜上其实是需要去跟接下来第2场的 KPG 战队要做一个季后赛的名额的竞争的。那在下一周的第1个比赛日，你们也将会和 KPG 再次交手。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你们2比1战胜了他们，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狠话要对他们说的呢？上次没用全力，下次就是2比0。那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越战越勇，越打越好。那也是再次感谢小残，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吧。